欢迎回到蓝女诚实说，我是培晨，我是小兰。小兰，我们这一次呢，从冲绳回来啦。那这一趟我们到冲绳之旅呢，我们去逛了这个很有名的国际通嘛。那这一趟有很多心得想跟大家分享。台湾离冲绳很近，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去垦丁不如去冲绳。对，很多人对冲绳很有经验很有想法，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其他影片。所以我们这一次不会切那么专业的切角，我们就以这个去冲绳玩过一趟第一次我们之前都没去过冲绳。那我们就来看今天我们关于这个饮食上面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心得和看法。我们到冲绳有很多东西都一定要吃嘛。那大家会推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大家会推什么？好多阿古猪对，山苦瓜、柠檬必备，还有那个芋头、红芋，对，就地瓜啦。对。OK， 那这些东西基本上可以说，你上岛的一瞬间就可以在机场看到。你从机场一出来就会看到所有。对，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呢，都会在机场里面让你看到，而且会在你接下来在岛上的每一天呢，都会接触到。转角遇到阿古猪，没有错，到处都有阿古猪，到处都有这个 Orion 的啤酒。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有吃到，去买一个叫做世界第一好吃的苹果派。没错。那这个东西呢，我相信有看过我们东京篇的朋友们呢，如果没看过可以回去看，都知道我们有在时代吃到令狗，那个是非常好吃的苹果派。然后这一次我们在冲绳看到苹果派，当时想说抱持的东京经验呢，我们就去买吃吃看，而且还要说他自己是世界第一好吃。我那时候一滑到就想说，我一定要去吃。好，那实际上你吃完之后，你觉得它怎么样呢？世界第一我是不知道，但是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它一样是千层的酥皮，然后里面包的是比较像卡士达酱的。我们在吃令狗的时候，它其实有卡士达酱，可是它比例比较少，所以你会觉得它比较酸甜一点。它的苹果酱比例比较多一点，而且还有一点点这个它可能在添加配方上面还是有点差别。但这次我在吃这个世界第一好吃的苹果派，我只能说，就是这个世界第一一定是它自己封的它的味道对我来讲，这卡士达酱比例太多了，多到有点抢过这个苹果的味道，就你很难第一时间认为它是苹果派啦。对，它比较像是卡士达派，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呢，如果你今天在机场不用排队，你去买一个吃吃看可以。但如果你今天遇到要排队的状况，我觉得你就可以跳过。不吃到它其实也没什么那个缺憾，反正你去机场一定会遇到它空的时候，对，你就再走过去买就好了。对，没有错。好，那我们后来呢，就是下飞机后抵达这个国际通，我们是这次选择住在县厅前，我们就到这个国际通上面逛一逛。其实那边整排全部都居酒屋比较多啦，所以老实讲呢，你会被很重复的东西不断洗到。没错，就是你现在走过去那一条，有10家居酒屋，9家卖差不多东西。对，那火锅阿古猪料理或者是冲绳民俗料理都长得很像。对，然后每一家特色看起来也没有那种独具一格的感觉，所以我们一时间也是犹豫了很久，想说到底要吃什么呢？后来就走到底，我们到后面呢就已经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小兰 Google 一个评价还不错，而且是很多台湾人会推荐的，叫做有台湾味道的干拌面。我其实走第一趟经过的时候，就被它的那个外观装潢吸引因为我觉得它长得太漂亮了。但没想到里面是卖干拌面，而且它的干拌面是什么？是真的是那种重口味浓厚的红油麻酱担担面。我在台湾没吃过那么重味。但是呢，很多台湾人的评价说，这个东西很适合台湾的味道。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台湾才有麻酱面啊。那个玩意就是麻酱面加红油炒手的那个酱。然后混在一起加肉末，就是那个味道，它就是很浓厚的麻酱口味，所以对台湾人会说这个东西好像在台湾吃过，但是我们因为是在旅游的第一天下飞机的那个晚上还不想家，所以我还对台湾人的食物还没有很想念的时候，吃到觉得 what the hell， 我觉得这个东西凭什么可以拿那么高分？而且那家店只卖这个面，对，但我老实讲，这个面呢不难吃，算是还不错的一个味道，但是只能说真的非常重油、重口。可是喜欢重口味的人可能很适合这家店，对，因为它其实是好吃的。所以我必须讲，我刚刚不是有提到吗？这里就是美军口味，全部都是重油和重甜，而且这家其实蛮多。美国吗？就比较偏外国人，比较偏欧美的人，白人呐，或者看到一些印度人都在这里那边排，对，连店员都是印度、东南亚裔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华人面孔或日本面孔比较少一点。而且你知道它的对面其实就是很有名的那个暖木拉面，暖木拉面就没那么多欧美人。你会发现，像在美国有名的料理，都是那种炸鸡、cheese 啊，那种 pasta 啊，焗烤，对，焗烤类型的东西，都是很重油嘛，或重咸，然后再重甜，所以因此这个面啊，
很受到他们欢迎，完全可以理解。OK， 而且很多人都是在那边喝啤酒配那个面，因为面咸到你一定要下酒，可以下酒的面，可以下酒的面，那真的不是纯在吃那个面而已啊。但我们当时候就是觉得太重口味了，所以自己吃完也没有再多留，就是你还可以加面，但我们没有，因为我扛不住啊。但是这对我们来讲，台湾舌头那一瞬间还扛不住，就觉得哇，原来大家到冲绳吃这种东西啊，酷哦，评价很好哦，也评价非常高哦，在塔贝洛给了3点多颗星嘛，所以说。只能说大家可以就是稍微取舍一下，到海岛国家一定要享受就是饭店嘛，那你一定要去吃饭店早餐，所以我因此每一天都把早餐买满。这个决定呢，竟然拯救我们接下来行程所有的那个美好时光。对，我原本有一点想说，哎，不知道有那么多好吃的，会不会想要吃别的？结果殊不知呢，好吃的东西呢都在饭店都有了，因为大家都会说冲绳要吃阿古猪，猪肉很有特色，还有这个10元牛啊，很可惜是小兰她本身因为一些宗教因素不吃牛，所以我们没有牛的选项之后，就扣除掉只剩阿古猪午餐肉、山苦瓜，然后还有那个豆腐，然后还有那个 taco 饭，这几道特色料理呢，我们饭店的第一天早餐我们就吃到阿古猪，然后 taco 饭。那我们一开始想说，这东西味道好像就还不错，还蛮好吃的。我一开始想说，这是普通的白猪肉吗？没有，我有走过去看那个牌子，我就跟他说是那个这边的名产对，是阿古猪所以在饭店都能吃完，我只要醒来素颜就可以吃到。对，所以老实讲，真的不用出饭店。可是好吃的，而且还是好吃的。就以饭店料理水准呢，我觉得那家饭店提供的这个早餐啊，算很不错。我好像每天吃，品项也多，然后它也会轮换，所以我们就很满意。然后第二天我们也吃到了不同的东西，有吃到午餐肉，还有日式早点。那每天小兰都是来那个粘稠套餐，一定要吃纳豆加他们的白饭跟温泉蛋。对，而且它提供温泉蛋，还不是生鸡蛋。真的非常厉害，太好吃了！我必须推荐大家，就是在饭店，你到冲绳玩就去买饭店早餐，因为你到外面逛啊，说不定那个厨师的厨艺还没有饭店的厨师好。没错，基本上啊，在饭店里头就已经把这个我刚刚讲的几个必吃的，就连这个什么花生豆腐。饭店也有提供，还有他们的那个宫平牛乳。宫平呢是那个宫，哪个是宫？宫庙的宫，平安的平。宫平牛奶是一个岛屿的嘛？对。然后里面的牛就是也是冲绳当地的。介绍完这个饭店早餐呢，非常推荐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去看一下你那个饭店提供的早餐有没有那么多品项，可以在订房之前先查一下。那我们第二天的这个午餐呢，就是我们前往了 Parco，Parco City 就是你必逛的2个百货之一啊。那我们这次没有逛另外一个，只逛 Parco。那 Parco 里面就是我们在很多美食街里面找吃的啦，就那边基本上会把本岛的或者是他们喜欢的那种连锁店都有。那我们就吃了一家福冈天妇罗，那这一家我只能说海景漂亮，然后呢食物我觉得还好。就是并没有让人觉得特别惊艳的样子，但是好吃的天妇罗啦，就是这样。就以日本的水准来讲，就是一个好吃的天妇罗，因为毕竟连锁店。但你真的要去吃吗？我觉得还好，就是可以你在三井outlet会吃到东西啦。不是其他都排很多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对，反正就是，而且价格也偏高。老实讲，它是里面价格偏高的一个餐点哦。我自己会比较推的是1楼，还有一个那个呷哺呷哺。对，它有免费，对，它有无限吃到饱那种什么冰淇淋啊，或者是那个吧台，还有野菜，对，有野菜可以吃到饱。为什么我们没有吃？是因为我们还要跑其他行程，同时间还要赶巴士，所以我们早上吃太多。没有那个胃口去吃那个呷哺呷哺，而晚上想说再去国际通上面找吃的，所以因此就没有机会吃到。晚上呢就要去吃这个有一家特别的琉球面馆啊，就是到琉球你会吃的阿古猪面。对，那大家都会推荐哪一家呢？有一家叫琉球新面，就通堂，也有叫通堂拉面。那这一家呢位于这个机场下一站的这个小路站，小路站是它的本店，对，本店在那边，所以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晚上啊，排好多人，好多，而且很多日本人，对，都是当地人去排的。因为我们发现日本的这个观光客从东京来到这个琉球，或从不同地方来琉球、本岛来琉球的人，都会去吃琉球面。没错，他们很喜欢，他们好爱这个东西啊，因为价格不贵，然后呢又很有特色嘛，所以他们想体验看看。但我们后来没有排，因为太多人了，所以我们后来选择呢就到对面吃连锁类似吉野家的那种快餐店，对，就是日本冲绳当地的那种连锁的冻饭店，我觉得很像阿古猪的家庭料理。对，就卖各种阿古猪料理的家庭料理店。其实意外的还不错。
就是那是一家很便宜的店，那价格大概落在跟我们这种胡须章等级的，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台湾胡须章专门卖冲绳料理。那你有吃到这个冲绳面了？对，我有吃到冲绳面。那你觉得冲绳面的味道怎么样？我想要怎么形容呢？就是一个淡淡的猪肉面，淡淡猪肉面。因为我们必须讲，就是我们有买一日游的行程里头，导游就有分享说，这个阿古猪的由来，它其实是某一种黑毛猪和这个白猪的混种，然后在这个冲绳这个区域啊，琉球区域所繁衍出来的一种猪叫阿古猪，它本身就具备了什么？白猪的高脂肪量，然后呢，黑猪的甘醇甜美，所以也因此呢，它的味道就会集结两家之长。但同时，我自己会觉得啊，它的这个白猪的腥味还是蛮重的，因为我自己点的那个是这个铁板炒猪肉。even 是用重口味的调料去把它快炒出来，它没有炒出锅气之外啦，没有锅气，然后也压不住它猪肉本身的这个猪肉的腥味，也压不太住。OK， 那阿古猪肉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但真的如果要排队的话，我也觉得没必要。真的不要排的，你会有点小伤心。如果你今天很想吃猪肉料理的话，我推荐你们就去买这种黑毛猪啊，或是台湾的松板肉啊。台湾有那种嘴边肉啊、下水啊，那种就很好吃，那个甚至比那边的面更好吃。我觉得台湾人在熬汤这件事情上比日本人强很多。没错，那个面还是有让我小小的就是失落一点，可是有可能我们没有吃到最好吃的那一家，有可能好吃的不一样，排到我们进不去那一家。对，最好吃的都来排队那家。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好奇最好吃长怎样，你去排下去。但如果你觉得说我这个时间有限，我24小时快闪日游，我就不要排。我总觉得会有很多人在下面说我们吃的那一家很好吃。对啊，你们吃的这个不行。对，我知道你们吃的绝对是好吃的，我们吃的都绝对是难吃的好，那我们这个阿古猪肉吃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国际头上面找到难得手摇饮啊，就是贡茶。那小兰特别把这个列上去嘛，就是你也想分享。因为你知道在异乡，而且又那么热，有喝到手摇真的是救赎可是我们在东京的时候那么多手摇，你选择也是喝星巴克啊。东京的时候没那么热嘛，那时候去的时候。所以你觉得是因为热，所以想喝手摇？对，我就好想喝手摇，而且那天走在国际通，有个像回到垦丁大街，基本上就是垦丁大街的感觉。那我们可以等到那个后续行程再跟他分享那个感受。我在选的时候，因为其实那边还有一家50兰，就是你在50兰开到国外会叫一个名字。对啊，但我想说我比较少喝贡茶，就去喝喝看贡茶。而且它的那个店很大一间，我觉得好舒服好凉我自己喝完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就是很甜的东西我喝的是纯茶，所以我觉得就是纯茶，但用很贵的价格买纯茶，买一杯就是台湾可能35块的东西，那边你可以花120块钱到200块。我后来就发现说，我就好好的喝香片茶就好了，就直接去买那个罐装的或者是 7-11瓶装水就可以了，很好喝。我自己会觉得说，就是这种东西。国外嘛，它就是卖外国人，所以你不要用台湾手摇饮标准看都 OK 啦。真的不行。所以我觉得台湾呢还是手摇很棒的一个区域我们到国外心胸放宽一点不要有过度期待。不要嫌它贵，因为它就真的是在国外。对，还是真的国外就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有去到这个冲绳的居酒屋，我们这个总共是4天的行程尝试的就是你很有兴趣的这个沙瓦，但是里面有一串鲜果那种。我好好喝然后我点的是那个草莓风味的。对，然后它就上来就是很漂亮，满满一杯的草莓沙瓦，然后那个草莓啊真的不好吃，对，因为它其实就是冷冻草莓，对，但是整杯酒喝起来是好喝的，因为它要把那个草莓的味道融进去，它是整个超顺，然后没有酒精的味道，基本上是果汁啊，它是果汁加那个琴酒或者是伏特加，然后把它弄得很淡，大概酒精在6%以内，很低，因为连我脸都没有很红对，想喝酒的人喝可能觉得没感觉，那个就是所谓的美酒啦。那我自己因为本身有这个身体健康的顾虑，所以我没有喝酒，所以我们这次完全都没有喝这个欧元啤酒，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欢迎大家分享欧元到底好不好喝啦。居酒屋里头啊也一样在卖，我们刚才一直不断的提到一件事情，就是5种冲绳必吃的特色料理阿古猪、山苦瓜，然后花生豆腐、海葡萄，还有什么午餐肉，对，就是有各种这种料理那我们在这个居酒屋一样，就点它的必吃小菜，就把我们在饭店早餐吃过的东西再吃一轮，只是料理方式不同啦。没错。那我自己对于冲绳的料理呢，就是居酒屋的东西呢，我觉得还不错，很接近台湾会在这种热炒店吃到的风味。就基本上就是以酱油为基底的快炒。那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很想要吃一种异国风味和风的东西啊。
你在居酒屋就多点一些串烧吧，那个很比较接近你的期待或想象。那如果你点什么炒面啊、炒乌龙，好台湾或者是那个但是它还是用柴鱼基底酱油去做，可是因为台湾有太多类似的东西了，已经有人在卖了，所以你可能很容易就吃到。然后再来就是那种炒苦瓜，我觉得台湾的金沙苦瓜。又或者是台湾的山苦瓜炒蛋呢，或者是炒猪肉啊，可能都比这个东西比这家店卖的更好一点。没错，就是我如果抱持着我要吃山苦瓜，我就可以接受。对，但我没有要特别吃它，我可能不会。对，我可能更想点别的。所以我觉得到冲绳，很多人都说你一定要吃什么，不然的话就不算有来过。就跟午餐肉真的不需要。我也就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样吃一趟下来，把所有人说推荐一定要吃的都吃过，我会觉得这没必要。你就去吃你想吃的东西就好，对，你就去吃什么石原牛啊，吃和牛也无所谓。我想吃麦当劳也可以吃。那我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是来这边体验，你们就是去吃你觉得你有兴趣的就好，不用看着那个 IG 或者是网络上推荐的旅游指南说这个不吃很可惜，不会可惜。台湾有很多很接近的东西，甚至呢更好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有些点要跑很远，特别去吃就比较。对啊，如果你今天要我去开1个小时的车跑去吃一个深山阿古猪面，对，一个阿古猪面，我会觉得那我宁愿在台湾可能去吃那个卤肉饭，或是我今天跑去台北吃那种什么担担面啊，或是那个切仔面，更好吃，对不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台湾完全不输啊，就是台湾的味道和冲绳比呢。以食物的面的话，台湾有更多选择，有更好的选择啦。因为我们这次还是有稍微整理一下，说到冲绳现在夏天了嘛，那有什么东西呢是可以去参考去买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特别一下飞机去找一个那个最红的 Biore 的防晒，对，那个舒芙蕾防晒啊，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在台湾一直忍着没买，一方面是买不到，一方面是我们要去冲绳的，对，我想要去冲绳直接买直接试，对。然后我就一下飞机就在他们的药妆店买了一罐，没有错，狂涂猛涂。老实讲，我也跟你一起狂涂猛涂那4天，我还是晒黑了啊。可是他真的是做到，晒伤了。他真的是做到没有伤，但他就是黑。就以我这个皮肤深度，我并没有感受到它的防晒力度很强。真的是你还是黑，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看不太出来，因为我还有用其他衣服。你是真的变黑了。对啊，所以他直接让我黑2个色阶。而且我都有很督促你要勤劳擦。我们光是一日游的时候狂擦猛擦，我每10分钟补一次。我们一上游览车就补，怎么样都一直补，流汗就补。我那一支只用了多久？我们那一支已经快用完了，我们只用那4天就用到一半了。所以说，老实讲，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在推的时候好像是不是有一点过推？但我要帮他讲一句话，就是有些人说他实在是太黏腻了。反正我用起来还好，对，用还好。你不是觉得流汗也不太会熏眼吗？它不熏眼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干的质地。但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它要防晒啊！它如果不够防晒，对我来讲，就是不管它黏不黏腻，或者是它有没有干都不重要。它也是让我晒黑的话，大家去找别的。我觉得可能其他支会更好啦。可能试试看安耐晒吧，最基本的。对，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见仁见智啊。但至少在我身上，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反馈效果。没有特别的。好，那你接下来有推荐什么呢？还有推荐什么吗？有推荐一个，我买到那个他们很红的一个牙膏，大家可能在一些小红书还是网友推荐，会有一个小红管，红色的，然后那就是牙龈护理的。对，那我们这次是买口臭预防的。它是一个咸味牙膏。其实你知道做那个比较牙周护理的牙膏都会偏咸，像舒酸定那种。然后我其实不太喜欢，但这家我还觉得可以接受，是因为它会起泡我很不喜欢牙周护理的牙膏不会起泡这件事情。一般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啊，我们都希望用薄荷去压口臭，没错，或者口腔异味嘛。那这个东西没有薄荷味，它完全就是咸味。我一开始以为你是买雪盐牙膏，你知道吗？我刷到想说刷塞踩雷了，结果没想到刷完之后，因为没有那个薄荷，反而更能体现出它的吸臭能力很强，而且它是纯粹的干净，就是让你的嘴巴有一种干净感，很清新的感觉。但不是那种薄荷凉感清新，就是没有味道的感觉，就是你的口水被净化了的味道。怎么讲它的强度呢？就是 even 我们今天吃了蒜，然后上饭店回饭店再刷一次牙，那个蒜的味道不见了。对，它很好的把味道去除。因为以前我再怎么吃蒜我再怎么刷牙，我都要刷个3次都还有蒜，都还是会有蒜的那个味道嘛，还有葱的味道。没错，所以这东西真的是挺好的。这个小黄管，所以我想说它这么好，会不会是有点问题？而且它也不便宜，因为它是药用的它有药用成分，所以它可能就是比较强效吧，我在猜。对，好，那这一次的美食还有一些红书的一些商品的分
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啦。那大家听完之后呢，也许会稍微改变你对于冲绳的想象或者是看法，也许和你有相左的地方呢，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好，那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要干嘛？小兰要点赞、订阅、加分享。我们每个礼拜会准时更新影片，接下来还有3支关于冲绳的这个内容会和大家继续分享哦。我是培珍，我是小兰，下周见，拜拜，拜拜。